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欢迎前资深外交官介文吉大使。思敏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时事评论员王尚志上志哥。思敏好，各位朋友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哥。思敏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谢谢大家昨天在我们的留言板区有非常多的留言，也帮我们冲上了另外一个这个影片的高峰的热推哦。那么今天持续要提醒大家按下热推键之外，并且在留言区写下热推2个字，告诉我们你在哪一个城市收看。那写上我的名字思敏，我在哪一个城市的，我也会特别为观众朋友做这个留言回复。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美伊战事，现在呢在荷姆兹海峡可以说是全面开火了。今天就这个军事片，我们来带观众朋友深入的了解，因为传出伊朗的飞弹直轰了美军的2个军舰之外，还有17颗飞弹现在空袭到了波湾地区的能源命脉，这可以说是伊朗首度的开打了在波湾的一个石油设施。波湾唯一的出口路线也被锁喉了，哪一条路线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美伊战火现在烧进了能源心脏，也就是荷姆兹海峡，局势持续的升温。我们先来看到哦，在这个昨天的时候，最新冲突是伊朗它高调宣称2枚的飞弹击中了美国的军舰。来看一下现场的最新画面。好，这是来自于伊朗所公布的影片，他说2枚的飞弹确实有击中美国的军舰，试图营造一个成功的战果。但是影片发出之后，美国方面是立刻否决了这一件事情。这个是来自于美国的中央司令部火速的反击，说这个影片是误传的，强调美军至今是零损伤的。美方则是反控伊朗方面出动了快艇跟无人机骚扰了他们的商船，因此呢，他们已经击沉了6到7艘来自于伊朗的它的快艇。但是伊朗似乎也没在担心，因为秀出了另外一段影片，是伊朗的地下碉堡出现了一大堆未来可以使用的快艇的画面。来看到这个是伊朗最新释出的画面哦。他说呢，我们还有非常多的这种小型的攻击快艇，全部都藏在地下碉堡里面。就算你美军至今打了6到7艘，对我们来说可以说是战力无损的。更尴尬的是，大家还记得吗？我们昨天才在说的，美军高调的宣布启动了自由行动，宣布要护航这一些商船还有游船可以安全的通过荷姆兹海峡，但是现实直接被打脸。最新消息是来自于一艘南韩的它的商船呢，直接在通过荷姆兹海峡的时候遭到伊朗攻击，爆炸起火，并且呢受困在海峡当中。消息一出，这个可以说川普是震怒，并且要求南韩赶快加入我们在荷姆兹的护航行动吧。这个是在军事上面的动作，而在经济上，我们也来看到了在美国方面祭出的最严厉的经济制裁。这个贝森特财长他说，这个叫做极限经济封锁。也就是呢，他预言接下来伊朗会面对到的就是3重压力，他会发不出军饷，原油会卖不出去，而且他说呢，储油槽已经爆满了。贝森特预估只要1周的时间，恐怕在伊朗的这个石油啊，他们的油井就会全部的被关闭掉了。美方同时也曝光了一个最新的数据，也就是说，近期在荷姆兹海峡上，一共是拦截了来自于伊朗31艘的油轮。换句话说，大约是达到了5300万桶的原油，价值他这边估算了一下，高达48亿美元，换算新台币1518亿新台币。而且2艘的这个油轮至今仍然扣在美军的手上。他说，这个伊朗的油轮仍然是被扣住的。对于伊朗的冲击，贝森特说是非常巨大，而且有压力的。今天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这个大使怎么看了？刚刚说了嘛，美国跟伊朗互相攻击对方的军舰，是鱼死网破了吗？这一种战事哦，一旦误判，会不会变成全面开战？同时，我们关心到的是油价现在不断的在飙涨，美方却是说呢，伊朗1周之内油井可能会全部关闭，有可能吗？大使又怎么看？现在双方就是打经济战了。其实这些军事的冲突都算是零星的冲突啊。那
先想就是说，伊朗说打了2艘美国的舰艇啊，其实伊朗前一阵子公布了它封锁的这个荷尔姆斯海峡的区域，画得非常清楚，其实并不是很大，因为它靠东线，就是它那个最大的岛，荷尔姆斯海峡最大的岛的东线的点，它画了一条直线，然后它的南线呢，就画在哪里？画在就是阿曼海峡跟荷尔姆斯海峡几乎交界的地方。就是画从这个南边的角到北边的那个这个伊朗有一个定点，它画了一条线，所以其实它封锁的区域是蛮小的，就整个那个水域来讲并不大，就是在那个关键咽喉那一带转弯的那一带，就是画了2条线，这2条线就是伊朗会动武的线，说清楚的就是会动武线，你过了这个线我就打，是。所以如果说伊朗打了2艘美国军舰，可能是美国军舰事实上是进入了它尤其那个南线的部分，这已经很接近荷尔姆斯海峡了，所以可以说，可以推测美国海军不断在探测它能够往荷尔姆斯海峡贴近的这个距离在哪里，所以美国是不承认有这件事情啊。不过就伊朗来讲，它在这么小的水域里面，它也不需要水雷，它也不需要什么，就是那个飞弹快艇就很管用，因为飞弹快艇很小，然后它突然冲出来。就丢2颗，就发了2颗飞弹就跑了。对，那美国是说是可以打，可是问题它的数目是蛮多的啊，所以这个地方是它就是说控制把那一段它封锁的水域它可能目前就是靠这个飞弹快艇。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如果说有美军的船只进去的话，我想它是一定打，它也画了线，可是境外它就不打了。那现在就是说，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川普贝森特放的话，就是美国现在对伊朗这场战争的现在的重点，就是经济把你怎么封锁，让你油卖不出去，让你钱进不去，没有钱，让你就产生什么军队发不出饷啦，然后国内什么物价大涨啊，然后你的这个你的储油设施都没有办法再装油了，所以你就要停产啊，这些问题就是说，他就等于说，就跟美国讲的，川普来讲的话说。我要把你的储油设施装满，你们都没有办法再装，最后你们就爆炸了。那等伊朗爆炸，那伊朗马上就回对说，我就看你你把我这些荷尔姆斯海峡都塞了以后油都出不出去以后，大家就看这个油价不断飙，不断飙到看你美国爆炸，那油价是不是飙？因为贝森特说这3点都是他讲的有没有研判是不是精准我不晓得。可是美国的油价上个礼拜是4.2块一桶，4.2美金一桶，这个礼拜已经到4.47，我觉得4.47平均价不是说每个地方它平均价4.47，这个今天早上在 CNN 上面标出来的，然后还特别标了一个2月28号228事变发生的时候。我讲的228事变是美伊战争因为他那天开打，228事变开始的时候那时候油价美国一桶是2.9毛，2块9一桶，所以现在这个涨的是蛮快，一个礼拜又涨了2毛多，所以看起来的话，就是说如果再撑1个月的话，那这个油价看起来往上撑的话，就看川普撑不撑得住，那伊朗撑不撑得住，我们也不知道。那所以双方现在就是在看互掐脖子，没有拿刀乱戳，那个只是那互掐脖子，所以现在就看谁的气比较长，谁的肺比较强一点，不要被掐死，不要被掐死。所以川普看起来说了很多狠话，不过他的自由航行，说实话，人家把他戳穿说，他是导引式的自由航行，是什么导引呢？就远距告诉你船怎么走，你走哪里安全走哪里，这不是护航护航是军队赶你军舰弄一个方阵，对，我在外围，你们这些都躲到我的方阵里面，这才叫护航对不对？你这个是导引，远距导引，所以空话一句，而且法国的这个总统这个已经说了不参加，所以现在的川普还是依旧孤家寡人一个。然后就看看美国的原油价格有没有帮他忙了。如果不争气的话，到5块一桶的话，
川普可能就不会这么硬了。好，我们看到这个军事行动哦，在海上美伊之间的军事行动，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场经济战，比的就是谁撑的气比较长。这个石油价格一直不断的飙涨，到底美国跟伊朗谁会先撑不住呢？不过这个油价看起来还是会在持续的飙涨的另外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现在呢，伊朗首度的针对于在过去24小时，针对了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发动了这一场空袭，恐怕让油价在持续的快速飙升哦。这一次的行动，我们来看一下，一共是出动了数十枚的飞弹跟无人机之外，锁定的就是他们重要的国营的油轮跟当地最大的港口兼石油储存区，这个地方叫做富查伊。这个地方之所以重要，等一下我们带观众朋友稍微了解。那阿联已经强硬回击说了，你就算在这边对我们射着各种的飞弹，但是我们也拦截了15枚的飞弹跟你们的4架无人机，还怒轰伊朗根本就是海盗哦。那伊朗的外长也警告川普跟阿联酋，政治危机无法是靠军事手段来做解决的。我们刚刚说了，阿联的这个地方富查伊港为什么这么重要？就是因为最新消息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的揭露说，其实呢，它不是一般你所认知的港口而已，它是荷姆兹如果在瘫痪的时候，能源出口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点。原因就是它位在阿曼湾，是完全绕开荷姆兹海峡的。包括了这些波湾国家，像是阿布达比，可以透过境内的管线把石油运送到这个港口，避开荷姆兹海峡，再出口到其他的国家去的。那么，另外更重要的事情是，阿联大家还记得吗？不是前几天才刚宣布他要退出 OPEC 吗？代表他在石油上面有非常多的计划，他要增产之外，他还要绕开荷姆兹海峡，透过他扩建的这种油管，把这个他们的石油给运送出去。这一回遇到伊朗这样狂轰，会不会这样的希望等于落空了？那伊朗确实也找到了这个波湾国家现在非常大的一个致命的弱点，在这样的攻击之下，会不会其他的整个波湾国家还有石油的价格也会不断的高涨？波湾国家会全部陷入在战火当中吗？干哥怎么看？我个人认为伊朗这样做是不智的。为什么？因为你就扩大了战线，你造成了你的邻国非常大的经济损失啊！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坦白讲一句，它等于是在中东一个很让，就是说游客、观光客，因为大家都知道杜拜的帆船饭店等等的，所以它在经济上面，坦白讲一句，它是中东的一个等于是模范就对了。但是呢，它在产油方面呢，它其实老实讲一句，它的经济也是很依赖它的石油。为什么？在战争发生之前，它日产原油340万桶一天，日产340万桶。那因为波湾战事的关系，它现在缩减到大概一天只有160万桶了。那所以其实对他们来讲影响就很大了。那今天碰到了伊朗对他们发射飞弹了，那真的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要特别强调一下15枚飞弹里面有12枚是弹道飞弹，有3枚是巡弋飞弹，然后这些飞弹都被爱国者系统拦下来了，也就是说还有另外4架无人机都被爱国者系统拦下来。对，但是也有这个漏网之鱼，所以他打中了哪里？富查伊哈港啊，富查伊哈港就是阿联酋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一个港口，也等于是它的经济命脉那有点像伊朗的那个哈尔格岛那种味道，就是说这个港对他们的石油命脉来讲的话是非常重要的。那你专门打我这边，虽然只有3个人受伤，而不是死亡可是那种心理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对，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事情一发生，伊朗总统裴泽斯基安最新的外电去骂革命卫队 ，IRGC 你们在搞什么鬼？我没有批准这项军事行动啊。那革命卫队就没有讲话。那你知道，像这种情况发生之后，就等于说你们的军政跟军令2个系统其实是不同心的、不同调的。大家必须要搞清楚，就是说为什么你会发动这种攻击？其实裴泽斯基安他本来就比较被认为是温和派，虽然在跟美方的谈判里面他从来不示弱的，但是呢，
在革命卫队的眼里面，会觉得说你这个总统并没有办法维持我们伊斯兰的光荣的传统啊，没有办法伸张我们什叶派应该有的利益。所以老实讲一句，他在国内这个总统说句实在话，能不能够真的掌握到军队的实权，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所以今天发生这样的事情之后，裴德斯基安私底下去骂 IRGC， 那代表说这个政策是不是到底是一贯的？就是说我们真的要这样子做，我们要攻击邻国，以造成油价继续攀升，让全世界经济动荡，让美国头痛，是不是真的是有这样子的策略？其实我觉得在伊朗内部本身不见得是一致的一种政策跟看法。那可是对于全球经济所造成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我们最近都去加油，就会发现油价一直掉不下来。那将来会影响到的，这不仅仅是只有在欧美国家，在亚洲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这个战事继续发展下去，我真的非常的不乐观。好，伊朗到底该不该去做这个行动去攻击波湾？我们看到伊朗内部现在已经有完全不同调的一个声音了。那另外一方面呢，为什么伊朗今天做这个举动，造成波湾国家非常的担心？原因就是荷姆兹过不去，他们已经把这个在阿联的这个富察伊哈港视为是重要石油命脉，现在如果也被堵住了，是不是代表所有的石油都会出不去？那会不会这也是伊朗他今天祭出这样子攻击的重要原因？那上这个又怎么看？我想，这是伊朗攻击这个富察伊港，那么主要针对苗头还是针对阿联酋啦。那虽然那个地方其实是阿曼，但是呢，这个部分的这个港，在2012年投资建设的这个阿布达比原油管道，这可是在当时的时候是全波湾备受瞩目的一个，就是说没有经过这个我们刚刚讲说这个荷姆兹海峡的一个新的思路。我们知道，因为其实在波湾的8个产油国家里头，当然首先沙特第1名最大，第2大的部分其实应该讲说，一方面是阿联酋，当然伊朗也很大，所以大家都是有这个石油竞争实力的时候，它就会产生的某种程度的，大家是不是在立场一致？我们知道这次呢，美国打伊朗，大概基本上你可以看到比较整个倾向于美国，或者至少对伊朗比较多批评跟各式各样的这个谴责的，当然就阿联酋了。那么阿联酋因为遭遇这个事情当中，你也看到在这么短时间圈内退出了 OPEC 跟 OPEC 加，乃至跟中国结好，这个部分它整个国家的战略布局是很惊人的。对，好，那伊朗为什么还是要打那里呢？大家虽然没有说这个政治态度有差，都知道其实我讲伊朗这一次我们看他打得凶不凶？其实没有很凶啦，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在这一次的这个攻击当中，在整个富察伊港还是拦截了10多枚的导弹跟好多架的无人机，所以对他们的破坏其实是比较局部的这个管线，然后也没有死，就3个印度工人受伤而已。所以对伊朗来说也是警告。伊朗为什么警告？意思就是说，所有要绕出荷姆兹海峡的任何的方式，我都有能力打得到。我们知道，其实，在管道当中，沙特到红海这里还有一个非常更大的管道，这里油是直接从红海这里直接进到地中海，有攻击欧盟。所以，这个部分伊朗就没有攻击。但是在南边阿曼这里，尤其阿联酋卖的油很多都是跟亚洲有关。然后，所以现在荷姆兹都被卡住了，包括其实阿联酋大部分的油都被卡住，所以这里一直长久以来都是这一次美国伊朗在战争过程里头极少数，因为它就在南边嘛，阿曼旁边是也门，那也门现在很难搞，对，亚丁湾那边也很危险，所以真正的可以自由，一直在美伊战争开打之后，一直有油走出来的，没有经过荷姆兹就是这里。所以刚刚大师讲的很重要，现在伊朗就是说要让美国方面油价一直上涨，然后美国最后爆掉。然后呢，美国要让伊朗你最后没有油可卖，大家都卡在荷姆兹，你最后就什么都卖不出，你没钱到，你最后萎缩掉。所以2个部分的战略在这过程里头，其实阿联酋在这里头，虽然他们在整个布局，但它就会变成一个有可能就是说伊朗的整体的大战略这点跟美国对抗当中，有一个油还可以继续卖，是，而且还可以到时候跟大家结好的状况。所以我认为现在接下来的部分是伊朗这次的警告的部分，主要还是在荷姆兹。那我认为现在看起来，大概5天后检查完，很可能在2个礼拜之内，它就可以重新供应了。如果没有继续再攻击荷姆兹，攻击这个富察伊港的话，那应该就是一个宣示性的作用而已。好，谢谢尚志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
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